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，肺癌大多都是拖出来的。如果头部有这3个表现，那千万别轻易的忽视了。62岁的宋先生半年前开始总是频繁的咳嗽，最近更是每晚都咳醒，胸部阵阵的闷痛，晚上睡不好，白天没精神，整个人感觉精神涣散，疲惫不堪。家人劝老宋去医院看看，说现在的空气质量不稳定，别是肺部有问题了。但是老宋总觉得去医院就是坏事，挂号还麻烦，自己又不抽烟，肺怎么会有问题呢？就一直拖着没去。直到上周，老宋持续的咳嗽，还咳出了血痰，心里有点慌乱，这才到医院去做个检查。结果被告知是肺癌中晚期，已经有转移现象。老宋看到检查结果，再三的跟医生确认是不是搞错了。他说隔壁80多岁的老大爷抽烟大半辈子了，一点事情都没有，难道抽烟多了才不会得肺癌吗？吸烟是引起肺癌的一大诱因，为何不吸烟的人也会得肺癌？吸烟越多的人越不容易得肺癌吗？吸烟导致肺癌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。2021年 NCCN 指南指出，85%到90%的肺癌都是和吸烟相关的，包括被动吸烟、长期和烟民生活，患病率将提高了20%到30%。已有多项的研究证实，肺癌的发生与吸烟开始的年龄、吸烟年数、每天吸烟的支数、烟草种类均有密切的关系。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，每天吸烟的支数越多，吸烟的年份越长，肺癌的发生率也会越高。据说吸烟指数等于每日吸烟支数乘以吸烟年数，当吸烟指数大于400，罹患肺癌的风险将大大增高。香烟产生的烟雾成分中含有几百种有害的物质，而且已被证实的致癌物多达69种。这些毒化合物随着呼吸吸入了肺部，经由血液危害全身。那100个烟民中会有几个人得肺癌呢？英国癌症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，一直吸烟的人直到75岁时，患肺癌的累计风险为14%到16%。持续重度吸烟者每天超过25支的风险为20%到25%。简单理解，假如有100个人抽烟，一直抽到75岁，那么这群人中就有15个人会患上肺癌。也就是说，吸烟是否患肺癌是个概率的问题。又有烟民持续的抽烟都没有患癌，那说明他是一个幸运儿。那为何又有些人不吸烟也会患上肺癌呢？实质上，除了抽烟，还有多种的因素会导致肺癌。环境。全球污染环境问题不容忽视。工业释放出苯并芘等有害气体，汽车尾气等都会对呼吸道的黏膜产生强刺激，对人体细胞造成伤害，从而增加了癌症的风险。遗传。若一级亲属中有2个以上患肺癌，那么就要警惕家族性癌症倾向的可能。职业。部分职业可能会接触有毒有害的气体，工业粉尘、矿业粉尘、厨房油烟等，这些物质都会随着空气被吸入到人体，对肺部的组织也会产生影响。肺癌大都是拖出来的，头部又有3个异常，别忽视。肺癌最怕拖，早期肺癌5年生存率可达90%，而晚期肺癌5年生存率下降到5%到15%。由此可见，肺癌早筛是帮助尽早的发现肺癌危险信号的重要手段。因此，当头部出现这3种不适，可能是肺癌的信号，一定要加以重视。持续低热。长期持续低热表现是肺癌较为常见的信号，这与肺部癌性发热有关。因肿瘤细胞会释放一些物质，会让体温持续在38摄氏度左右，还有一些癌症患者
可能会伴有手指末端短期会出现肿胀的现象。2. 头疼。当肺癌发生脑转移，可引起头疼，随着病情发展，或者还会有呕吐、昏迷、失语等的神经系统症状，但因没有明显的肺部疾病表现，常会被误以为是血栓脑瘤。3. 眼睑肿胀或者是下垂。眼睛肿以及眼睑下垂也是肺癌的一个早期信号。癌组织压迫面部神经或者是眼部神经，就可能会造成患者的眼睑下垂以及眼睑肿胀。3. 长期吸烟的人有3种不适，及时的戒烟。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，长期吸烟的人应该关注3个信号。第一个信号，经常咳嗽。咳嗽是肺部向外界发送的一种信号。对于长期吸烟的人而言，咳嗽就是肺部受损的信号。香烟中的有毒物质会破坏肺部纤毛，导致痰液无法的正常排出，进而刺激咳嗽。第二个信号，呼吸困难。长期吸烟会导致肺部受损，影响呼吸系统运作。当受损严重时，就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，如气短、喘息。第三个信号，出现胸痛。胸痛也是肺部疾病表现之一。长期吸烟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、肺气肿、反支气管炎等的发生。当疾病发生到一定程度，就会引起胸痛。那什么时候戒烟获益最大？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项涉及551388人参与的研究结果发现，戒烟者的死亡率远低于继续吸烟的人。与重复吸烟的人相比，35岁前戒烟的人风险没有显著的增加，35岁到44岁戒烟的人风险显著的增加 21%，45岁到54岁戒烟的人风险显著的增加了 47%，55到64岁戒烟的人风险显著增加了 74%。戒烟最难就是难在会被欲望折磨得疲惫不堪，可以试着寻找尼古丁的替代品，如口香糖定制、鼻腔喷雾剂或者是吸雾器等，还可以用纸笔记录出吸烟的因素，并让自己远离。有欲望的时候，先暗示自己再等10分钟，然后再找其他的事情分散。总之，想要自己和家人变得健康，就一定要下决心来戒烟。当然，吸烟不是肺癌的唯一因素。若想做好肺癌的预防，还是需要定期的检查，及早的发现端倪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